早干，提早干，提早干，1分钟，1分钟，1分钟。像头盔跟氧气面罩呢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比较了解。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是康和服，它的里面呢有气囊，如果有正过载的时候呢，它就会充气，然后阻止呢血液向下半身的移动，从而保证脑供血。这个呢是腋下救生器，我们这一身装备总共下来会有20多公斤，所以这上面有拉环。最后一个呢是这个个性化背带啊，这个也是最沉的，用来连接飞机上的救生伞。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9批女飞行员高普宇。自古燕赵出英豪，高普宇1990年出生于河北保定，中国空军1级飞行员，现任北部战区空军飞行1大队副大队长。她是中国首批双学位女飞行员，也是中国首批重型歼击轰炸机女飞行员。此外，她还是第一个驾驶国产重型歼击轰炸机满载弹药完成夜间武装巡逻任务的女飞行员。在我看来，男人能完成的工作，我们女人一样也可以完成。不管行不行，先试试呗，万一行呢？总的来说，很幸运也很顺利，经过了层层选拔，我最终被录取了。2008年9月，高普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空军航空大学。5年的寒冬酷暑，他不断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高普宇终于实现了飞上蓝天的梦想，成为空军首批取得工学和军事学双学士学位的歼击机女飞行员。从入伍开始，我们一直就说不爱红装爱武装，巾帼不让须眉嘛。但其实我们本身在军营中，这个男女是很弱化的一个，很弱化的一个概念。其实军人就是军人，就不分男军人跟女军人了，出来在战场上就都是军人。歼轰 7A 战机也称飞豹战机，可携带8吨弹药，最大航程3600公里。作战半径超过1200公里，是国产的超音速重型歼击轰炸机。战机飞行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在实施俯冲、跃升、急转等机动动作时，飞行员的身体要承受住5到6个 G 的高载荷。考虑到女性的体质和体力情况，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女飞行员一般飞后舱。2015年，高普宇主动申请飞前舱。在熟记5万余字的操作手册以及23种专项训练之后，2016年
高普宇等6名女飞行员改写了历史。新中国首批飞豹战机前舱女飞行员诞生，而她是其中第一个放单飞的。在同批改装的女飞行员中，高普宇又是第一个担任长机教员，第一个担任中队长、副大队长，第一个参加重大演训任务的飞行员。入伍13年来，高普宇先后参加20余项重大演习任务，3次荣立个人3等功。返航的时候，看看机舱外的风景，俯瞰祖国大好河山，非常美丽而壮阔。那个时候，我觉得翱翔于蓝天的感觉真好。同时，我深知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有更多未知的困难和挑战在等着我。开飞只能说是万里长征第一步。2022年3月，北部战区组织了航空兵实战演练，高普宇作为长机带队，驾驶飞豹战机率先抵达目标空域，精准发射导弹，将敌目标瞬间摧毁。今年一开年，我们就展开了山谷、低空、超低空、对地突防突击等复杂科目训练，加紧各个大项任务的准备，不断向战场发力。在我看来，不管飞什么机型，对飞行要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认真严谨地对待每一次飞行，心存敬畏，精益求精，方得始终。金飞镖之战是空军的突防突击竞争性考核，旨在提高空中进攻、突防突击作战能力。金飞镖代表着中国空军飞行员突防突击能力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空军突防突击的至高荣誉。2021年金飞镖比武考核中，高普宇和战友密切配合，空战中他紧紧咬住敌机，用空导弹成功锁定敌机。在对地目标打击项目考核中，他创造有利条件，迅速判明目标属性，激发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高普宇取得歼轰机组第1名的好成绩，成为首个亮剑空军实战化品牌训练的女飞行员。女飞行员这个头衔会给你一种稀缺性带来的瞩目，但是这背后付出的代价是对等的。在面临身体、心理挑战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们女性会更难，大家都是一样的，有困难就克服嘛。并且天空之上不分性别，战场之上不分男女，只看输赢。打起仗来，子弹也不会因为我是女飞而长眼睛。我们首先是个军人，是个战斗员。没有人天生适合飞行，正如世界上进入宇宙空间的第1位女性苏联宇航员瓦莲金娜所说，宇宙对女性既不多情也不宽厚，因此我们要接受与男性完全一样的训练。我觉得作为女飞行员的话，组织还是比较相信我们的能力吧，包括我们单位对我们女飞的培养、训练要求还是跟男飞是一样的，所以既然出来担负这个任务，我觉得组织还是认可我的能力的。2018年东方2018中俄军演中，高普宇驾驶飞豹战机圆满完成了演习任务。中国空军女飞行员精湛的飞行技艺给各国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纷纷赞不绝口。我感觉这个同场竞技来讲，我们还是能力上还是不输俄方的吧。这个语言不太沟通啊，沟通不太畅通，但是下来还是竖大拇指了。他们包括我们可能3机低空通场啊，小队型的这种，下来他们反响还是可以的。包括我们实弹打击，比较准的。他们前面也说了，说这个中国的飞行员，打得比较准，动作能力都很稳定。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女飞行员最多的国家之一。女飞行员的培养不仅是一个国家女性地位提升的标志，也是国家整体实力、军队训练水平的象征。我们坚信，颜值与实力并存的中国女飞行员，必将用忠诚和坚毅继续书写新的历史，在世界航空史上留下最耀眼的光辉。